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当你看到了川普的中东行在大卖特卖的时候，不要羡慕，因为这块肥肉我们台湾也吃得到。好，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路透社的报道，他说美国已经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达成了初步协议，允许阿联每年进口50万颗的辉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这边指的只有辉达，也还有更多的供应链跟更多的晶片公司。同时，他要让这一些中东国家的算力是拜登政府的3到4倍以上。同时，在阿联在中东地区有望成为全球 AI 竞赛当中的第3势力。过去我们台湾在卖相关的晶片、相关的供应链的出口，我们只有2个出口国家，一个叫做中国，一个叫做美国。而现在他要打造的第3势力，我们完完全全就在他们的供应链里面看到这个讯息，谁最生气？习近平最生气。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前紫光集团的董事长赵伟国一审被判了死缓。他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有多嚣张、多生气？他说：“我要买你们的台积电，我要去并购你们的联发科。如果当初真的并成的话，我们不叫台积电，叫做中积电。如果当时并成的话，今天这一场 AI 大战里面，习近平或许就能够获胜。但是事与愿违，他没有办法并购成功，所以他气到找赵伟国来开刀，他被判了死缓。就在这个氛围之下，自从现在的 AI 竞赛、现在的 AI 团队、现在的 AI 的联盟里面，完全都没有习近平，完全都没有中国的影子了。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呢，这个川普呢，他到中东去呢，他可以说明一件事：未来的 AI 发展要加速。为什么未来发展要加速？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他这一次跟阿联酋达成的协议是这样，就是说我可以卖给你1年的50万颗。50万颗是什么意思呢？你看50万颗，我们用它，因为他说是最新的，如果是 Blackwell 晶片一颗要6、7万，对，这个等于是1年就是300亿的这个订单钱，就来给这个辉达，这个辉达要多补，黄仁勋太开心了。但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晶片里面50万颗，只有20%是给阿联的公司 G42哦，然后每年10万颗哦，其余要给微软、甲骨文等这些拥有大规模人工智慧业务的公司呢，他们会到阿联酋来建立资料公司。你要简单的说啦，你先买，你买起来，你未来呢给我们美国公司用，对，给我们美国公司用的时候就租给我们美国公司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那帮美国公司在省成本啊。阿联酋买过来之后给美国用，省成本，而且那些水跟地你都要打点好。对啊，你要帮我盖地啊，帮我盖水这样一个状况啊。所以你看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因为买这么多，我不是只有阿联酋嘛，还包括说像卡达也要买嘛，沙地也要买嘛，所以这人家国际媒体就直接说，中东地区会变成全球 AI 竞赛中的第3势力，因为它那边的晶片会数量非常庞大，资料中心非常庞大。因为为什么？美国等于是跟你说啊，我起码被盖这种什么资料中心不可能。照我问你，你看盖到一台资料中心要多贵吗？在美国随便盖，现在美国最缺是电，美国没有电。美国土地也吃紧，美国晶片买不起。现在有一个人帮你解决所有问题，他有钱啊，他可以买晶片啊，然后他有电啊，他可以用啊，就是中东，他有土地，中东啊，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多大的一个状况。而且你知道，我就说美国现在也缺电的时候，结果没想，沙特阿拉伯跟美国达成协议是什么？沙特阿拉伯的巨头就阿美公司，他也说我准备啊到这个德州去盖这个炼油厂，那还不止这样，我还发展这个美国的基础的这个电力的这个产业，基础的能源产业。所以赵你知道，事实上怎么一回事呢？未来美国呢，它缺少了能源，或者是这些炼油设施呢，你沙特阿拉伯帮我投资，来帮我盖厂，让我在美国里面有电力可以使用。但是呢，我又把我的芯片卖给你的时候，你在那边可以盖很多的这个资料中心。资料中心盖完之后呢，为什么这些中东阿拉伯国家要同意？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人类最重要的资源叫做石油，对，因为石油是最重要的。在未来是什么？AI 的相关的数据，就是 AI，就是晶片。对，数据跟晶片，那数据跟晶片未来都会在哪里？就在沙特阿拉伯。你盖的越来越多的资料中心都在这边，全世界的数据都进到你那边去之后，再出来产生新的石油。所以你说中东国家为什么那么乐意答应？因为他们看到一个大商机。你可以试想，未来所有的 AI 的东西。自驾车这个所谓机器人，全部都要大数据的时候，这些大数据全部都到沙特阿拉伯那边做，然后再出来。
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巨大黄金所在。这个每一个都要钱的，你可以租用它，可以这样，这就是可以换成巨大的黄金。这就是沙特阿拉伯在想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它跟美国完全绑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知道，沙特阿拉伯不是笨，你看明明就是他这个让美国占便宜，但他还是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未来的发展就在这一。好，那他现在原本的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吗？前一阵子黄仁勋不是去美国作证，对，还有什么奥特曼、苏之峰都有去作证。他说呢，中国发展跟我们不相上下。可是照我跟你讲，从即刻开始，没有不相上下这件事了，看不到车尾灯了吗？为什么？因为中国找到了一个大的第三势力跟他加在一起。中东跟美国加在一起来说，有钱有权又有晶片。你中国凭什么跟我比？你中国根本没有晶片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沙特阿拉伯用的所有的这个所谓人工智慧的平台是用谁的？美国平台，所以彻底的把中东归到美国的平台里面。这中东市场呢，不好意思，已经没有你中国的这个角色了。所以这样如果听下来，我们过去讲石油美元，对，是用美军的霸权地位换来，但现在是什么 AI 美元？对，没错 ，AI 美元它要有武器，它有力量。武器当然就是跟什么晶片有关，对，晶片不就跟我们台湾有关，是跟我们台积电有关，是跟我们的供应链都有关，我们变成世上最大的军火商了。没错，照我讲一点都没错。我就讲现在他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之后，搭配。现在川普不是有一个这个所谓新的这个人工扩散的协定吗？他说什么？他简单3个：第一个，你不能够用华为的晶片；第二个，全世界都不能用哦；第二个，你不能够你用美国的晶片，不能够用中国的这个应用软体，譬如说 DeepSeek 不能用。所以你看。彻底的排除了。再来就是你跟我美国买晶片的时候，我要知道你后来会不会卖到第三国去。所以这怎样？彻底把中国砍掉。那你说沙特阿拉伯他们拿那么多晶片，他们会不会遵守？会遵守啊。所以你看，等于中国就没有这个市场进到这里面来。好，那我问你，兆和，未来假设这些晶片要做晶片，请问他给谁代工？台积电代工嘛，好，那这些晶片做来要做出这个机柜，要做出这些所谓伺服器，请问给谁代工？台湾的供应链。台湾供应链，他会给中国供应链做吗？不可能，不可能嘛！所以我就说，这些订单最后还是流到这个地方。那假设我们再进一步想，假设真的 AI 开始出来的时候，自驾车，台积电说2030年的时候，自驾车可以占到车的10%左右，都是自驾车。所有的目前为止所有的车10%都会变成自驾车。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机器人有35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商机。我请问你，这些自驾车还有这个所谓机器人要谁做？台湾厂商做啊！所以我就跟你讲，现在对了台湾厂商来说话，这一次的结盟，台湾绝对是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受惠。所以你看，鸿海昨天也说了，他说今年我们 AI 伺服器营收会破1兆。然后年成长幅度是40%以上。他说呢，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专案，我们要全部抢攻啊！因为他看到一个大商机，就是在沙特阿拉伯啊，所以他现在马上就说，我们旗下有个宏腾精密跟沙特阿拉伯开始要合作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不只是鸿海要去，广达也要去，很多公司都要去。所以你看，最近有一个消息非常有意思哦。那广达的董娘叫何莎来说啊，他已经很少在台湾露面。但他最近说什么？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买了6629张的股票，他砸了14亿买自家股，对，没错。市场人士那时候就闻到风向，对，有大事哦。好，我跟你讲，这前一阵子来说，魏哲家董事长也有买股票，对，他买20张。你看人家董娘一出手买6629张，好，那我跟他讲，台湾有一个很有意思哦，如果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老板买股票还不见得准。但你看董娘卖股票都非常准，看董娘就对了，董娘非常准。董娘，我跟你讲，老板绝对不敢骗董娘啦，所以董娘绝对是非常清楚的吧？所以你看他买这么多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看他一定看到未来有大事，什么大事？砸14亿下去，那什么大事？因为未来大订单来了嘛。中东的大订单就全部都来了嘛，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一次的大订单里面来说，你看这次他去签什么辉达，你看5年要卖10万多颗，对不对？然后包括说超微也有订单，然后亚马逊也要到那边去投资，思科也要去投资 ，Google 也要去投资。请问你他们投资的这些东西是谁要来做啊？都台湾做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一次第3次中东要全力砸钱去发展 AI 的时候，我想对台湾绝对是超级大力多，因为他。一定要大举投资那些晶片什么那些，你要跟谁买？你要跟美国买，好，跟美国买，你跟谁买？跟台湾买嘛。所以我就跟你讲，台湾就是跟美国的 AI 产业供应链完全绑在一起。所以呢，美国这一次吃香喝辣，我们绝对也可以吃到我们不能说我们吃整碗牛肉面啊，但是我们吃到牛肉或是喝牛肉汤，那绝对是有的。台湾可以把一块肉全部都吃掉。对，现在最生气的
习近平。对啊，当然我当初派你这个赵伟国是去台湾去处理事情，是你当初把台积电买回来不是很好吗？你不是并购联发更好吗？你都没有办法办到情况之下，我要把气出到你身上了。当然啦，我讲最近最夯的消息，当然就是赵伟国被判死缓嘛，对。那为什么被判死缓？当然表面上原因就是他贪污腐败啊，有这个 A 钱之类的东西。好，但是照我跟你讲，中国的官员大部分呢 A 钱都是正常的事啦，对 A 多 A 少，我没有必要把你判死缓嘛。这个为什么要判到死缓的一个状况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我叫你办的事情，你办事不力。你看现在中国被逐出美国的 AI 供应链之外，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啊。还有台湾的供应链啊，你当年的他曾经在2005年的2016年、2015、16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那时候做什么？事实上，当时他就说我要买这个台湾的公司嘛。你看他当时买什么？1000亿台币并购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硬碟公司叫威腾公司，然后再跟威腾公司用近6000亿的台币买下记忆体大厂 SanDisk。你看他当时一直买啊。他如果来台湾买的话，很简单啊！你看他当时还说什么？中国半导体要追上世界，只是早晚的问题啊，就这样子啊。他其实当时就这样，他还说我动作很快，对，我像一只二虎。对，没错。好，那他当时啊，他还挖走我们华亚科的董事长高启全啊，然后又砸了194亿要买这个力成啊，成为全世界最大封测厂的这个最大股东啊。你看这么多，然后他当时还威胁我们台湾啊，说如果你台湾不开放的话，这个中国的话就开始用这个禁止在中国销售半导体这样的状况啊。然后他说要买联发科，要买台积电这样的状况啊。就你看，他就说联发科如果你不让我买的话，你看我会这个展讯可以不赚钱，联发科能不赚钱吗？因为我的资本比他强大太多，我每年可以赔钱，我可以一直赔，联发科会赔掉更多吗？他慢慢就受不了。你看当时的口气是这么猖狂啊！我真的很庆幸这件事。幸好我们当时没有卖。对，好，那就是因为他这么猖狂。你看，他如果当时没有在台湾媒体上讲这些话的话，台湾民众根本就有些人可能不在意这件事，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他一直讲一讲，就是一副就我要吞掉你。而且当时美国根本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回到时间点，2015年、16年那时候了，美国总统是谁？奥巴马他根本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奥巴马他跟中国好得很，他根本不管你啦，你要怎么样做就怎么做，我根本不管你。而且奥巴马他也没有意识到台湾晶片产业的重要性。那即使在这个川普上任，川普是2017年上任啊，他一直到2018年才跟中国打贸易战，这还有1年多的空窗期。你如果这时候能够把台积电买下来的时候，多好的一个状况！就你办事不力，你搞到这样，他当然很生气嘛。好，那我就讲为什么当初有可能买下来。我刚才说他不是用6000亿买的这个 SanDisk 的公司嘛？对，6000亿当时来说，他拿得出这个钱。你知道台积电当时的市值是3.8兆，对，3.8兆的话，如果你砸了大概约莫是一兆左右，你应该可以买得下来。1兆大概就买了1/4股份，或许吃得下来。我想今天台积电已经26兆，买不动了，你想都别想了。所以你就。当初你这么好的时间点，你去买就买不下来，所以你知道习近平当然很生气嘛。你看这习近平还有跟这是习近平，这是赵伟国，他们到2018年的时候去视察这个清华紫光他在武汉的半导体公司，所以肯定当初的时候，习近平也是对你寄予厚望，结果现在搞到这个样子，习近平现在才发现到说，原来我坑最大的人是你呀！寄予厚望后，现在变成这样，对，也太瘦了吧？没办法，当时可是意气风发。是啊，你看他当年的时候这样子，吃的肥滋滋的，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整个气色都变得不一样。所以呢，事实上我就讲嘛，当然有人就说，那为什么他要斗这个赵伟国？因为第二，因为传言说他跟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私交甚笃。那胡海峰也在这个清华大学就读管理系，而清华紫光他也是清华体系，也就是说是清华体系是胡锦涛的人，所以他才把他换掉。所以跟你讲。中国目前为止来说，整个半导体产业里面来说，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讲，是今天我们刚才不是说美国有三个这个条件嘛？第一个，你用华为就是违法的事情，对不对？华为的晶片。再来就是你买我美国的晶片，你不能够用什么 DeepSeek。对，好，那你看就最新的消息就出来了，他说 DeepSeek 正在 DeepSeek。就是什么，在沉默之中。为什么？他说，因为它现在使用率暴跌，已经比腰斩还要更低啦。也就是说，它现在真的一直腰斩。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不敢用。我现在如果我的这个晶片，如果我的晶片是华为这个辉达晶片，请问我可以用这个吗？我根本不敢用，不敢用嘛。所以 CIA 会来敲我们。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现在等于是这种中国的这个应用软体在海外根本没办法使用了。好，没办法使用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他现在美国商务部不是又要封杀这个所谓华为的晶片吗？结果你看中国说什么？中国说，真的是莫须有啊，我们要坚持维护这个权益。可是问题是。
你能够维护什么权益？你也只能够说话而已，只能够说而已。所以我跟你讲，这一次的川普的中东行确定了一件事：美国的 AI 跟中国的跟中东的资金结合在一起之后，未来美国要钱有钱，要能源有能源，它发展 AI 的速度会非常快，然后 AI 可能会大爆发的状况之下，台湾绝对在这里面可以吃香喝辣，享受好几年的荣景。凯敏，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如果中东真的变成 AI 的第三势力，那一定是一个新蓝海。过去我们台湾想不想去那个地方？当然想。有钱的地方谁不想去？但是因为我们受限到了拜登的晶片管制等等，今天你只能第二级，等于是说你每年能售出的没有这么多。今天这个捆轮锁一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企业，包括辉达、包括 AMD 等等企业已经过去了，早就布局已久了。我告诉这个赵老跟各位观众，其实我们很多点已经开始在吃沙挖工了。哦，对，昨天我们只看到很风光的 AMD、NVIDIA 这个等于大咖都去了，对不对？那就如同刚刚世忠跟你讨论到的，那他们都去，那晶片谁要做？台积电要做，对，伺服器要做，伺服器谁做？也是台商，不可能交给中国大陆嘛，对不对？就算交给他也没那个技术相关的零组件。各位，你知道吗？昨天美国昨天14号，美国股市涨最多的一档股票叫做美超微。美超微是美国的公司，可是它用的东西比如说它用的这个相关，像比如说今天台北股市有一档股票叫做南俊国际，它是独家的做什么？做那个网络，做它美超微伺服器的滑轨。今天这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就涨停板。那这个东西是全世界各国都要拼一种东西 ，AI 我们大家拼算力，算力即国力。要拼一个自己有主权 AI， 黄仁勋也一直说大家要主权 AI， 所以要建立很多什么，你们要用高阶的 AI 伺服器。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在之前拜登在钳制中东，怕说，你中东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大陆眉来眼去啊？是帮他等于说偷偷的有一些所谓的输给这个对情况之下，中东也不会忘记，中东你看它的你看中东油源国家那个叫做 Uncle Cash， 对不对？金主他连警车都可以用超跑的人，他有钱多到他怎么去建立那个？他难道不想去建立这个 AI？ 他之前不是设计了一个像 AI 城吗？当时他们怎么建立那个主权 AI 的？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是由我们台湾之光，有一个叫 Airbnb 旗下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帮他所建立出来的，叫做耐能科技这个 Airbnb 非常年轻，到目前只有他是1981年他是44岁。在2015年，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美国这个等于说加州圣地亚哥创立了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专门做 NPU 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网络处理单元。各位有所不知，我们台湾第一家有话语权，你知道吗？像 UCLA 普林斯顿，你要念 AI 学的人，通通要念他所写的一本书。因为 NPU 这个字是他定义出来的，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掌握有这个话语权、有制定规格的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它就是一个教科书。对，那像专业的什么工程师啊，这等于说这个很多国际媒体评列全世界十大 AI 晶片，大家知道吗？这10大晶片都是类似像 AMD、NVIDIA、博通这种厂商。你知道现在它的股东有谁？非常的精彩，红杉资本、高通。港维投资就是李嘉诚旗下港维投资，还有像这个鸿海，通通都是鸿海是用富士康，还有一个你看中间有个图片，赫有名是谁？就是我们的张忠谋董事长用他的个人的家族的名义来投资他公司。我曾经看过一个访问影片，他坐在这个 Airbnb， 他坐在他的办公室，他的背后是谁？是张淑芬女士送给他的一幅画，你就知道他们对他有多器重，他们跟他这一幅画就是当时张忠谋夫妻送给他的，对，跟他关系有多紧密。那这个而且你要知道，Airbnb 这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一个有量产 NPU 的，结果后来呢，你看包括了这个 AMD 啊、NVIDIA， 等于说通通现在都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一个 NPU 要结合在这个所谓的一个 GPU 里面。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宣布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半导体中心跟国家技术发展计划来打造战略策略伙伴关系。我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帮他们建立了所谓的一个主权 AI。那你要知道，这个耐能智慧帮他们建立主权 AI。那耐能智慧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可以用比较低的一个耗能，可是可以建造很大功率。我用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就知道，
就类似像软体的话，你说像这个 DeepSeek， 对不对？它就像这个所谓硬体界的 DeepSeek 一样，它用 NPU， 它就可以帮你制造出很大的算，尤其是适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不是说AI 的体现就是在这个机器人跟自驾吗？尤其在边缘 AI 里面最适用于这种所谓 NPU。另外像我们说机器人里面，在两岸三地都有很强的基础的这个星汉，也是跟这个所谓的耐能科技耐能智慧一起来做一个打造这个 NPU 处理器的所谓的自驾车跟这个机器人。另外呢，像东台精密这个地方，东台精密也是跟这个耐能智慧呢也一起也是一样，就是在涉猎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GPT 的这个所谓的模型下面，也就简单来讲，就是说类似像说我们可以跟机器人互相沟通的这一点，就是互相沟通，将来在互动性来讲的话，会更强而有力。所以说今天大家只看到很风光的，只看到 NVIDIA、AMD， 这个是因为他们之前被压抑，所以今天看得出来，对他们今天去中东一件事情，台厂的供应链也全部都带去了，尤其是像这个耐能智慧，也就是说新来的旧到的，像 Airbus 他们早就去了，像这个梁建厚这个美超微，他们早就在那边建立资料中心，还有现在刚刚解禁的 AMD、NVIDIA 这些大咖，全部都涌到资金去了，那不可能。中国大陆吃不到这块饼嘛，在拜登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川普这种去中抗中的情况下，他不肯吃到这块饼，那谁会来承接这块大饼？台厂当然就是台厂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半导体关税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这种所谓的太高的比重的话，其实对我们台湾的 AI 的发展真的是一块新蓝海。宇轩，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次去中东的，不管是这些企业家或者是我们台厂，通通都有受益。尤其什么黄仁勋他把中国市场抛弃之后，在中东赚得盆满钵满。第二人在中东赚得盆满钵满，抛弃中国是谁？是他，马斯克。马斯克闷很久了，之前被骂的要死。这次他推出了他的三宝，包括什么？星链、机器人、无人车。他也能赚饱饱吗？对，没有错。赵啊，虽然说美国投资人呢都笑得很高兴哦，但伊隆马斯克先前都笑不出来，但这一次呢，终于可以干嘛？笑了 ，OK？ 笑了。为什么要笑？各位，他真的在笑，好不好？他那时候呢，去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投资论坛的时候，因为主办方呢，我们讲包括那个主人翁啊，就你看到他右边那位啊，就问他说，马斯克。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什么给我们啊？那你看马斯克就很开心哦。开始呢，虽然说他不善言辞表达，说我未来预计每个人家里都会有这种家户机器人，而且呢，它的功能绝对会大大超出大家的想象。也就是这个 Optimus， 每个人家里面呢，对不对？他会帮你清洁啊，帮你打扫啊，每天早上帮你泡咖啡啊，帮你做任何的事情。就是这一个。对，他说这个 Optimus 非常聪明。他说，甚至你不要怀疑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它不是不受控的哦。什么叫不受控？它跟我们讲动物或什么的不一样，就是可以放着 Optimus 就在他们的办公室行来行去，塞来塞去，你爱可以怼可以怼，你爱冲啥的冲啥就让它自主性的训练，然后呢，让自己的员工呢可以跟它尽情的互动。基本上呢，它的反应除了有点呆萌之外，都已经跟真人一样了。而这是一块，他希望呢每个中东的富豪里面的家里面都有一个 Optimus 机器人，最好是多多益善。那第二件事情呢？更厉害的来了，搭飞机对有钱人来讲网络是一个最麻烦的部分。但与此同时呢，地上呢也要接一些 cable要有线所以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所谓的 Starlink。他希望呢，在阿拉伯未来打造一个全天然也不是说全天然 ，OK， 全覆盖星链，全覆盖的 AI 都市，全部都是 AI 的，被 AI 给覆盖。你知道怎么个覆盖方法吗？就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进去便利商店，你发现店员是 Optimus。OK， 然后呢，当你要用手机的时候，当你在搭飞机的时候，当你在地下室的时候，全部都用星链来覆盖，等于说一套网络呢全部搞得定，而且你要出门呢也很方便。为什么？搭着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的电梯呢，从你家直接把你运到楼下之后呢，一脚步踏下去，一小步就好了，跟人类的一小步，马上你就可以进到 Robotax。那 Robotax 它也一样，全部都是有 AI 系统，依照马斯克的描述，所谓的 Robotax 它叫做有4个轮子的机器人，对，换言之，它也是机器人。他也很聪明，他只是长得像车子而已。OK， 他是一个人。OK， 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要把整个都市都规划成自己 AI 的3大产品。那当然嘛，这些我们讲的中东富豪听了就很高兴嘛，觉得很有兴趣嘛。但是这个 Optimus 到底有没有料啊？赵和，真的有料，真的有料。最近Tesla Optimus 它还会跳舞啊？对，我想赵，你要仔细观察这个跟中国那个甩手舞是不一样的跟那个手会飞出去不一样。你仔细看，它有它的流畅度，对，它有它的平滑度。而且呢，它每个动作呢，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很多都是单脚的动作？对。那这个单脚动作，坦白讲，如果换作是我来跳我可能呢都会摔到地上，代表它的平衡感很好，抓地力非常强。而且呢，它的动作都开始是
完完全全是拟人的方式，而且它没有落拍，它完全跟在音乐的 tempo 上。对，因为它这个学习方法跟中国不一样哦。中国可能是输入进去之后呢，它一样画葫芦，但这个呢 Optimus 它可能是自己你可以给他看一个影片，比如说你看到有人跳舞很厉害，他会头转 ，OK， 他会大风车，哦，没有了，还做不到了。OK， 你给他看一些影片呢，他觉得很厉害之后，他就可以马上把它模仿起来。但是各位，更可怕的不是他现在的能力，而是他进步的速度。因为你如果回顾到1年前哦，那个时候 Tesla 就包括 Elon Musk 还要 show off 他的我们讲的 Optimus， 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走下坡的时候，走着，你现在看到是2025年，2024年的时候，各位拔到了，不该哦，哎，但是照我平心而论哈。我这个跌倒在我看来很惊艳哦，你知道什么很惊艳吗？因为你看他滑一下之后反应跟人一模一样，手会在那边甩，很紧张，哎，他还可以撑得住哎，很紧张，平衡感超好。是坦白讲，我觉得也不错啦，只是他以前就是还会滑倒嘛，但是我们讲的人哦，行有踏错一步，本来就会滑倒，所以对他来讲哦，整个未来的科技是不可限量。但现在不只是 Elon Musk 在拼这件事情，另外呢，其实也有一台机器人叫做 Loki，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 Loki 可爱到不行。他叫 Loki， 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做的是我们讲家政妇的工作，也就是清洁、打扫、停厨。但你仔细看它的形状、看它的外表，坦白讲，我觉得很萌。为什么很萌呢？很像一个很辛勤在工作的哦，不管你说老爷爷或老奶奶哦，在那边驼着背啊，帮自己的孙子去擦东西。来，你看哦，他可以去扫厕所，这个多厉害！他把你看，本来是很脏的哦，乱七八糟，扫完之后呢，马上变干净。你看马桶盖也是哦，在它的布视觉，我们状况下，人也没有扫那么快。这马桶很脏。然后可以这样一清理，我讲你如果是 OK 了，你如果是人哈，回过去哈，可以跟我拉撒，怪腿准强姐，不可能那么干净的。但是你看到他这回过去，他都会确保他真的是干净，一点污垢都不留。但我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开始想问一个问题，说宇轩好恶心啊，他怎么同一条布擦从头擦到尾？没有。他有换布哦，只是他的手速太快，你看不出来。他知道说我擦完马桶的不能拿去擦桌子，我擦完尿斗的不能拿去擦地板，他有卫生观念，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惊艳。因为你看哦，他其实右边会装一堆布，左边是呢我们讲要丢掉的布，他就把这个布一个来用，而且他会算自己的库存，他不会浪费。然后他能做到，他就把它尽量做，桌子也擦干净啊，环境也整洁啊，甚至他会把那个洗碗槽给打开，看一看呢里面有放什么。然后最后面你知道他要干嘛吗？这个我觉得厉害了。他会把所有垃圾丢到垃圾袋里面，然后抬着垃圾袋人就走了。这么贴心？对。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说，这个 Loki 你长得这么可爱又这么厉害，等一下人家清洁工都被你搞到失业怎么办？对不对？那你看其实台积电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因为台积电是你刚刚看到所有不管机器人或者是这计程车或者是这个打扫行厨的核心的心脏，也就是晶片绝对是台积电做的嘛。这个画面是我今天看到最夸张的画面，观众朋友你看这画面是怎么样？当有人靠近桌子的时候，这个桌子会感知它要什么，这不是说只是一小块10块这样嘟嘟嘟嘟嘟起来，没有哦。如果我今天放了苹果在上面，它会变成一个像盘子的模样；当我今天放手机在上面，它会变成一个手机架。当它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它会用这种 AI 人工智慧的方式。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贴心的家具。对，没有错。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吗？他来自 MIT， 不过不是 Made in Taiwan，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当然厉害。而他真的让我惊艳的地方是什么？在于他的 sensor， 但是代表说呢，他的手的光影挥过去，或者一个声音、一个震动、一个传播，所有五感你人类所可以体知到的，他都可以马上立即做出反应跟变化。所以呢，除了说我们刚才讲放水果之外，其实更厉害的是什么？它可以用记忆的方式，也就是当你人走过来，坦白讲，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认得这个人的。然后你一坐下来之后，叭，电脑桌上来，我们讲书桌上来，然后那个我们讲铅笔筒上来，它会按照你所记忆的符号全部一次升上来，然后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甚至你知道更厉害的是什么？吓死人，这么准啊！对，那我讲，你说书桌，那就有什么大不了嘛？我书桌随便买都有，不是？你看，它还可以打折收补课。OK， 第一个它会帮你翻牌，第二个，我跟你讲啊，有些人哦，把拍掉阅读不服输，他会直接把你的筹码没收，直接送到对面去。他连这个都当荷官的功能。他也可以做到直接翻牌对，甚至是有些人我们讲各位，你要考量到，比如说有些听障或什么，他可能有这种需求跟需要，或者是说呢，有些人呢开静音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比如说你放在我们讲书桌非常远的位置，对不对？那当有人来电的时候或来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波浪过来，然后呢，你看他在桌上画一个爱心，你想说他干嘛画一个爱心？哎呦，被那个手机吃掉了，然后呢，在方隔大概我们讲的100里之外。突然间，这个手机闪，收到一个讯号，嘣，浮起来了。然后呢，你看他把它搭成一个堡垒一样，然后把它停在旁边。然后又有一个东西传过来了，爱心。
隔空传爱心。这个 OK？书桌还能这样子隔空传爱心？这你看到的是一个 iPad， 对，OK，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我们讲的这个平台叫 Transform，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手在干嘛？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手在干嘛？隔空取物，传说中的隔空抓药，他用一个他用一个平板，然后跟自己视讯之后，他可以隔空取物，然后你看出现一个手的符号，然后开始在那边震动，然后呢，甚至我们讲的，你看好可怕，太可怕了，你看他隔着荧幕哦，他真的可以把这个手电筒拿起来，还让它发亮了。他还可以把它关掉，这才更可怕的地方。它可以隔空关手电筒，各位，我讲，我真的看到这个功能之后，我想，虽然现在它只是一个 prototype 而已，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作用啊，就只是一个原型机而已。但我跟你讲，这种概念呢，如果未来的实际的往应用层次或者实用层次的去大幅度发展，那我觉得整个人类的社会呢，会因此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廷尉，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跟中东，他们现在是在晶片跟能源上面已经结盟，结盟之后，唯一被排除在外谁？是习近平。为什么他会排除在外？因为习近平他只用自己人，他在外面到底什么声音，他完全没有办法听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今天日经新闻报了一篇报道，让我们非常的惊讶。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很喜欢踢足球，但你不知道的事情，他喜欢打篮球，而且他的球友是谁？你没有听错，就是何立峰。何立峰就是他当时的球友，两个人因为打球建立很好的交情，才会让何立峰的官位扶摇直上。但让我最惊讶的事情是，习近平喜欢打篮球，难道他幻想自己是灌篮高手？难道他幻想自己是流川枫吗？当然不是流川枫，流川枫长那么帅，你看习近平长那个样子，他比较像是安西教练吧？安西教练，对啊，问题是日本为什么对于何立峰那么的有兴趣？对，因为在日内瓦就是何立峰跟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那边进行谈判，不是吗？但是谈也谈不出什么个结果出来，所以大家就在剖析说，到底这位何立峰是什么样的人物，而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又是什么？结果呢，大家一回溯既往啊，原来这个何立峰呢，他是福建人。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习近平用人有福建帮、浙江帮、上海帮。那最重要就是在福建帮的时候，因为以前习近平担任过厦门市的副市长的时候，何立峰就在那底下帮来做事情。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故事里面的叙述是这样子说，因为习近平那时候非常年轻，30多岁而已，就被这个放到这个厦门市担任副市长的时候，很多老官员不知道说他到底要干什么。那于是呢，就有人提议说，其实像何立峰就说，其实他的年轻人呢，其实就很希望打篮球，所以有一阵子有人传说说，这何立峰就陪着习近平打篮球。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何立峰曾经在这个福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习近平在娶嘛，对不对？娶了这个彭丽媛妈妈，对不对？担任他的老婆。那时候何立峰就担任他的伴郎。所以他们的关系匪浅啊。那如果这个关系匪浅的话，那就代表说，习近平一路上来的时候，就想到何立峰，把何立峰拉在身边。现在何立峰担任这个掌管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重要的一个副国务院的总理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就因为打篮球，就因为看到这一张照片，是1987年结婚照片，这是习近平，就是那个时候的。流川枫就是他，但是那时候身材还没有走样哦。其实习近平曾经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看 NBA 球赛，所以他 NBA 球赛的时候，曾经也这个加州州长送他这个金州勇士队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如果穿上这个金州勇士队的这个服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金州勇士队那么的神勇啊？他曾经也跟加州州长讲过这件事情，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到底他会不会打篮球呢？他超级爱篮球，而何立峰陪他打篮球，就打了一路上位了。对，就一路升官，一路升到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哦。但是可以想见的。过往来讲的话，可能在厦门，可能在福建呢有这样的一段情。不过大家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他们在瑞士谈判的时候，当贝森特走在路中间的时候，两手插在后面，好像一副长官巡视的样子。那何立峰作为一个副总理，竟然走在旁边，感觉像个小老弟一样所以到底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不是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之间来讲的话，过往是不是有那事？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说何立峰其实英文不太行，他闽南语才行，所以当时黄仁勋到北京去见这个何立峰的时候，何立峰跟这个黄仁勋是用闽南语在讲话，而不是用英文在讲话。你知道黄仁勋其实说真的，他中文不好，黄仁勋他的英文是非常不错的，但黄仁勋他的闽南语其实还可以。
但是问题是何立峰是客家人，那为什么说何立峰的闽南语不错呢？因为当时他在福建也10几年的时候。招商引资，那你知道福建很多的海外华侨都在哪里？闽南话，都在东南亚都在闽南话，所以他跟那些侨胞，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中国的侨胞，基本上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当时就练就了闽南语。否则来讲，他是客家人啊，他不是闽南人啊。另外来讲的话，他跟黄仁勋所用的这个语言也用了闽南话，而不是用所谓的英文来沟通哦。所以到底跟贝森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比较中间有一些隔阂？因为毕竟来讲英文讲不上话，会不会就这样子，然后就双方有一点距离，而双方也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只能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时间。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